大家好，我起床了。这期不做美食，今天我们来用电饭煲孵小鸡。受精的鸡蛋只要给予合适的温湿度，里面的胚胎就能慢慢发育成长。虽然人工孵化的过程缺少了母鸡的关怀，但精确温湿度控制的孵化率比我家那群没有经验的鸡阿姨们高很多。因为没养公鸡，家里的鸡阿姨都是母胎 solo， 每次收过来的蛋也孵不出小鸡，所以这次用于孵化的受精蛋还是网购的。经过长途跋涉的蛋需要大头朝上倒立休息个半天。我们趁现在去超市偷2个袋子，等下放电饭煲里。这次用的还是老朋友电饭煲铁柱。超市的袋子比较牢，但我们还是要里外多套几层。往里面注入温水，水位大概到达电饭煲的1/3。再放入控温器的探头，老朋友可能比较熟悉，这台20-30块的控温器之前一直带领着铁柱遨游在美食界。通过控温，我们先后用电饭煲发酵了酸奶，烤了蛋糕，研发了稳定的宫廷奶酪和姜撞奶，复刻出了米其林低温慢煮牛排。最后一个还没做呢。这次进军畜牧业，我先咨询了下种蛋的卖家，铁柱立马被他们否定了。相比于美食控温，孵化的温度要求很精准，但也没那么难达到。不了解控温原理的小伙伴，可以把控温器理解成插线板，不过它有个小手手伸到电饭煲里测体温，当它感觉电饭煲发烧了就会断电，而退烧了就会再接着通电。但是断电的时候机器还会有余热，导致它温度继续上升，存在一个比较大的误差范围。我们这里加入水袋来缓冲，因为水的比热容比较大，温度上升的幅度就会减小，误差就能控制得很小。我看了网上其他的水床孵化器都有这么个原理，感觉没比我们家铁柱强多少。那我们就准备放鸡蛋了。鸡蛋的孵化温度是38摄氏度。等它温度稳定了，我们再把蛋放在水床上，顺便标记个正反面，以后我们翻它的时候比较方便。最后盖条厚厚的围巾帮它们保暖。还是感觉有点不放心，我们来测下它额头的温度。发烧了，一切就绪。那我们就开始了。第1周的孵化。前2周孵化的时候，我们都有个任务，滚动一下鸡蛋。如果它们太久不动，会粘在蛋壳上发育不良，所以每天的早中晚饭和睡觉前，我都会给它们翻个面，迫使它们活动活动，这样受热也更均匀。在铁柱的悉心呵护下，保温档的温差在0.3摄氏度以内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蛋壳里的小鸡正在安静地发生变化。第7天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照蛋检查一下，能看到一个晃悠的小黑点，这个看得更明显，最黑的那个是它的眼睛，每个都有小胚胎在萌动，这些就是发育中的小鸡了，有的壳比较厚，稍微有点难确定，只有1颗还能看到傻傻的蛋黄，我们把它吃掉。有的时候母鸡也说不清哪些蛋没受精，还是要拿出来孵一孵才知道。这些没受精的蛋不能让它接着跟那群小鸡一起孵，最后变成一个不新鲜的坏蛋。第2周的孵化。新1周的开始，我们要把温度往下降个0.2度。第2周依旧是每天日常翻蛋。就在我以为一切都会这么顺利的时候，孵化的第12天，我们村停电了。坐在村口盯着一盘蚊香的我，从来就没有这么盼过来电。好在只停了2-3个小时，水床的温度没有下降多少，而蛋的温度更高。因为随着胚胎的发育，小鸡也会产生热量，所以我们才需要每周把温度往下调一点点。事实上，在35到40度之间都有可能孵出小鸡，只不过把鸡蛋维持在38摄氏度左右，它的孵化率最高。第2周一结束，我们又来做 B 超了。现在的它们一躺上去就把光全都堵住了，没有上周那么通透，只有大头那边的空气室还能看得到一点点。它们都在动，要特别仔细看，因为它们动得好慢，是我加速了。但还有一个蛋还是透明的，可能是夭折了。它上周还能看到一个微弱的小黑点，这周没有了动静，貌似是停止了发育。同样是要拿出来，防止坏蛋干扰其他的小鸡。我们一起看看它里面长什么样吧。突然感觉里面万一很吓人怎么办？我就帮你们打个码吧。
还好，可能这是颗弱金蛋，应该是停留在更早的孵化阶段了，化作春泥更护花吧。现在就看剩下的8只小鸡能不能通关了。第3周的孵化，会有几只小鸡出壳呢？最后1周，我们把温度降到37.6摄氏度。我们的翻蛋工作也即将在第17天结束。18天的时候，可以给它们泡1-2分钟的温水。一些反应快的小鸡会忍不住自己摇动起来，这是比较传统的鉴别小鸡活力和给蛋壳增加湿度的方法。孵化的末期，湿度的增加很重要。科学孵化通常会在18天把相对湿度调整到65%到75%。孵化器通常通过增加水盘的面积来达到这一要求。我们来增加它的面积。一个高湿度的环境有利于小鸡的着壳，因为小鸡着壳时需要在蛋壳内部运动，湿润的蛋壳与小鸡皮肤之间的摩擦更小，也更柔软易破。另外，随着小鸡新陈代谢的提升，我们要注意帮它通风。反正我就是把围巾盖得高了点，然后我们就慢慢等它出壳了。整个19天没有什么动静，直到20天晚上，有颗鸡蛋出现了小小的裂缝，还能听到一点微弱的小鸡叫声。明天可能一起来就能看到小鸡了。这只小鸡好像一晚上都没有进展，倒是又增加了3个新着壳的小鸡。又发现了一个，既然这么多都在出壳，我们下个注吧。目前的望号是12357，现在有2个吃瓜群众帮我们实时转播奖池里的情况。6号也成了望号，昨天晚上的1号还有人压吗？很快8号也加入了，目前是5号最领先。半个小时之后，6号球和1号球突然同时开工了，经过了短暂的休息，希望又落在了1号球上。1号球它开出了一个黑色的怪物，这是头幼年的乌鸡白凤丸。没多久，6号也出壳了，同样是只小乌鸡。远道而来的它跟我们打了个招呼。接下来的是2号，没过多会儿他们都睡着了，担心他们把袋子踩破，我等老大醒的空隙，又给他们垫了点卫生纸。唯一没有动静的4号也开始着壳了。8只小鸡在2天内都陆陆续续的破壳而出了，最后出来的2只是小黄鸡。而事实上，第一次孵化我没想到会有这么高的成功率，所以其实我孵了2大电饭锅的。更大号的电饭锅2里面，大多数都是小土鸡，就是没想到我一下子养了这么多小鸡。本来我还想分切每一只鸡宝宝，现在班上的小朋友实在是太多了，好在他们都到齐了，整个20多天都没敢开空调。因为特意选了最热的暑假来拍摄，就能照好各种细节，又不用担心因为操作太久，蛋的温度下降太多。直播你们看到视频的时候，都已经开学1个星期了。我们下一批孵少点吧，大家想看孵什么呢？最好不要太离谱，因为我们还得给它负责到底。下期我们先给小鸡建个简陋的家，